Hello， 大家好呀，欢迎来到七家的频道。今天继续为大家讲述现在正在分手中第4章的故事。上一章我们说到，英恩承认自己认识秀婉，两人10年前还是恋人关系，只不过这一切都在一个晚上结束了。他不知道秀婉出了车祸，误以为自己被甩，所以自那以后他就不再相信爱情，专注搞自己的事业。不过现在他事业上也出现了问题，他负责的最新时装信息泄露了出去，新人素英不知道规矩犯下大错，英恩则冒着巨大的压力决定继续上架时装，而在国找上他，将秀婉的死讯说了出来。回到本章，一段往事浮现，秀婉出事当天，在国给他打去电话，但是秀婉却迟迟没有说话，之后他将油门踩到底，却不幸出了车祸。回到现在，当在国告诉英恩秀婉是他的哥哥，并且10年前已经去世的消息时，英恩愣住了。直到回到公司，他还是没有缓过神来。另一边，经营百货公司的右晴召开了高层会议，手下告诉他，最近一段时间 Sono 一直在走下坡路。右晴见此，翻阅起柜位的信息，最后决定把包括 Sono 在内的国内品牌都移至3楼 B 区。很快，老高就得到了这个消息，连续8年都在2楼 A 区的 Sono， 如今竟然要被移到3楼 B 区，这代表他们的品牌影响力越来越小。他斥责英恩，将这一切都怪罪在英恩头上。英恩自知理亏，只能道歉赔罪。之后，黄代表找上英恩，他看出国内品牌注定是比不过国外品牌，所以他决定把 Sono 和国外知名品牌 Mary 合并，而 Mary 品牌授权相关的事情他交给英恩负责。智叔听出弦外之音， Sono 很可能就此要消失了。英恩决定去柜位看下情况。此时的道勋正在谈生意，美叔给小郭发去短信，让他带份饺子给他。小郭则直接忽视掉消息，向道勋请求去吃饭。道勋因为比较忙，让小郭和一旁的市场部徐代理一起吃。之后他准备离开时，突然撞到了智叔。回想起之前的事情，道勋浑身不自在，勉强打了个招呼就要开溜，智叔却拉住了他，并称自己是来道歉的。道勋本来以为是因为那晚的事情，没想到智叔是来找在国道歉的。道勋内心遭到1万点暴击，他一脸受伤地向智叔告别。另一边，在国找上右晴，他想让右晴帮他一个忙。之后他准备离开时，正巧碰到来看柜位的英恩。两人虽然像陌生人一样擦肩而过，但是英恩不自然的神情还是被组员们看到了。楠姐以为是因为最近工作压力太大，所以英恩才有点奇怪。在国在一旁听到了这段话，心疼起处境困难的英恩。之后他为了帮英恩排忧解难，主动找上道勋，询问起 Sono 抄袭一事的严重程度。道勋实话实说， Sono 品牌因为被抄袭，所以销售额遭到巨大打击。在国听此陷入沉思。这时在国妈给道勋打来电话，询问在国的事情。在国听到是妈妈，正准备离开，却被好事的道勋拦住，他只好接起电话。原来在国妈有事要和他说，希望他回家一趟。美术见小郭迟迟没有给他带饭，只好约英恩一起出来吃饺子。香喷喷的饺子到了嘴里，英恩却哭了起来，这把美叔吓坏了，连忙问起英恩怎么了。英恩哽咽着向他倾诉，秀婉在那晚来约会的路上出了车祸。美叔也被吓了一跳，看着眼前痛哭的英恩，他深深地叹了口气。和英恩分别后，美叔前去看医生，她怀疑自己怀孕了，但是医生经过检查后却并没有发现怀孕的迹象，这让美叔有点摸不着头脑。英恩妈和在国妈见面，两人在一个教室中学习了2个月，还不知道对方的名字。英恩妈表现得非常热情，几句话就和在国妈以朋友相称起来。在国妈却看起来有些拘谨，只是在一旁陪笑。另一边，智叔回想起刚才的见面，道勋对英恩的关心让他莫名有点奇怪。2瓶可乐下去，他醒悟过来，道勋一定是爱上了英恩。不久后，道勋在洗脸时莫名其妙想起了智叔对他说的话，之后他在出门的时候还遇到了专门找上门的智叔，这让他瞬间语无伦次起来。智叔则非常大胆地表示，他好像清楚道勋的心意了，还提出要到他家看看。道勋瞬间想歪，不过马上他就会意识到自己的想法大错特错。时间来到晚上，英恩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中。今天白天的时候，
组员们得知 Sono 品牌可能被解散时，纷纷表达了自己的不满。他们为 Sono 数十年如一日的工作，早就产生了深厚的感情，但是伊恩也没有办法。他告诉大家，他们虽然是设计师，但是也是公司的员工。现在公司的命令下来，他们也只能服从。楠姐在伊恩临走时问他，就算没有了 Sono 也没关系吗？时间回到现在，伊恩将旧东西翻出来，准备与过去的自己告别。这时美叔给他打来电话，为了不给伊恩带去负能量，谎称自己和小郭在一起吃饭。其实他在看医生时，医生隐晦地告诉他，他之所以感到想孕吐，是因为身体出了点问题，他的生活并不见得比伊恩好到哪里。此时智叔来到了道勋的家中，看着正襟危坐的道勋，他让道勋放松，毕竟以后他会经常来他家做客。道勋还以为智叔是为了他，没想到智叔是为了和他同居的在国。智叔一条路走到黑，将自己的猜测说了出来，表示道勋肯定是爱上了英恩，两人可以互相帮忙牵线。道勋非常无语，但是并没有多做解释。趁着道勋去泡咖啡时，智叔来到了在国的电脑前，结果发现里面有着大量英恩的图片，这让他有些崩溃，当场逃离了道勋的家。不明所以的道勋打开在国的电脑，瞬间明白了智叔为何受伤。他犹犹豫豫地想打电话安慰智叔，不知从何时起，他开始变得在意起智叔。内心受伤的智叔来找英恩，本想质问他和在国到底是什么关系，结果看到英恩在收拾 Sono 相关的东西，这让他气不打一处来，斥责英恩不该放弃 Sono。这10年里，英恩确实为 Sono 付出了很多， Sono 也成就了如今的英恩。智叔发了一通火后，对着英恩收拾的东西就是一脚。等智叔离开后，英恩看着被他踢翻的推荐信，回忆起曾经的往事。10年前，他亲自创建了 Sono 品牌，当时秀婉也还活着，只是没想到如今秀婉已经去世， Sono 品牌也面临着解散。另一边，在国回到妈妈家，在国妈提出，既然在国要在这里待很久，想让他回家住，在国却以工作忙推辞了。在国妈不死心，问其是不是因为有喜欢的人了，所以才决定暂居这个地方。没想到在国十分大方地承认，在国妈听辞想见见对方，在国却表示他还在确定那个女孩的心意。离开妈妈家后，在国驾车来到哥哥出事的地方，回想起当时的场景，他再次感到心痛起来。这是英恩给他打来电话，他想知道如今的秀婉被埋在哪里。第二天，在国带着英恩来到秀婉的墓前，看着眼前沉默的英恩，在国回忆起当时哥哥跟他说他要和英恩分手了，因为他要回韩国。英恩是个很有才华的人，在当地的事业也刚刚有了起色，他不想英恩因为他而放弃自己的事业，更何况母亲还不同意两人的恋爱。当时的在国反驳道，只要相爱，无论如何也会在一起。回到现在，英恩问起在国为什么要告诉他秀婉的事情，在国解释道，是因为他觉得英恩对秀婉是真心的。没想到英恩听到这个回答，突然止住脚步，他警告在国，他们的关系别再更进一步了。他无法忽略秀婉是在国哥哥一事，而且他不想再因为男人将自己的生活搞得一团糟。如果他还是20岁的少女，可能会和在国来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，但是如今他已经38岁了，没有时间和精力再来一段感情。说完这些，英恩留下心碎的在国，转身离开。他回到公司后，见到了黄代表的儿子智贤。原来黄代表想借和 Mary 合作一事，让智贤来锻炼锻炼，他将智贤分给了英恩来带，英恩只好带着智贤来见设计组的各位成员。贤珠问起 Sono 的事情，英恩表示在他的争取下，现在的 Sono 还能存活2季，他给众人选择的权利，如果想去品牌授权组随时都可以。组员们纷纷表示想要留下来陪 Sono 度过最后的日子。见智贤很快融入组内，英恩放心地离开了。不过在离去的路上，在国又找上了他，他现在只想问一个问题，英恩想他了吗？时间回到10年前，当时在国负责填写学生的推荐信，而英恩那时的身份正是一名学生。之后在国有点事要忙，所以把那封推荐信让哥哥转交给英恩，而秀婉就是凭借着这封推荐信第一次认识了英恩，后面两人的相爱也是因为这个推荐信。除了这件事之外，英恩那天在路边小摊买的那幅照片其实也是在国拍摄的，两人早在10年前就已经擦肩而过很多次。
事到如今，在国不想再错过下去，他告诉英恩，他非常想念他。本章完。在下一章中，智叔为了追求在国，貌似和英恩的关系逐渐僵化，而在国为了帮助英恩，又会做出什么样的举动呢？英恩负责的 Sono 品牌到底能活下去吗？我们下章再揭晓。如果喜欢七家，那就请多多点赞和留言，并关注七家的频道，你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动力哦。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